虞书欣、杨紫、赵露思、白鹿被评为4大知名豆瓣女明星，也被贬低了风格。还记得害怕被一个令人反感的人体模型压倒的感觉吗？时至今日，回顾君90中金韩从天而降的位置，巨大的对接落地效果其实还等着呢。2年多来，豆瓣消遣聚会曾为媒体上的4位妖孽投过1万人的票，每次集会的民主后果大体上是一致的。主要的4位主要是王一博、易烊千玺、程毅和一般冷的这个那个。事实上，他们并不是媒体中最丑的男明星，很多比他们丑的男明星都没有机会被记录位选择。解释是，大部分网友都觉得他们的长相不配拥有他们的普遍性和资产。回到10多年前，古装假人的男主角只是说服了一个直接的结果，他似乎是胡歌和霍建华。虽然娱乐圈向来偏爱妖孽，但基本上应该是黄渤和王宝强的演技说服了。还有，现在很多男明星都代表了很长一段时间，而且令人惊讶的是，他们自己的命名还没有连贯性。根据剧中人物和粉丝的褒奖，一个打壳换脸可以改成明星，风格缩小版可以说是泛泛而谈，不是一概而论。目的，时尚的最小化不仅对我们的内部消遣而言非同寻常，从长远来看，整个世界都在经历时尚的最小化。几天前，《指环王》中的神话人物让大家大体上都是视力障碍。明明是男明星淡化了自己的感觉，女明星也不例外。为什么以前大家主要是大范围的鄙视男明星是逆天男，而嘲讽女明星的却寥寥无几？妖孽小姐姐，从某种角度来看 ，VIP 即使是普通人，在容貌和身材上，女性通常比男性更克制。换句话说，女明星的最下层 S 通常高于男明星，可以认为是女明星的常态。颜值还没有缩小到大家都受不了的地步，还没有到嘲讽的地步。注：本文每张非静态图片均来自同类博主，有化妆品但无渠道。再说了，虽然女士们比较自制，但到了特定年龄后，她们实际上比同龄男性面临的敞开大门要少得多。考虑到大多数女士更精致，更不知道别人对自己外表的评价，个人在评估自己的外表方面总体上对女士更宽容。不管怎样，今年晚春传出的3位老模特，让无数网友开始大范围的审视女明星的存在问题。2年后，豆瓣组决定在女明星中偏爱4大名媛。从票数来看，主要的4人分别是虞书欣、杨紫、赵露思、白鹿。对比男明星的4可怕，女明星的4帅被视为宽容，却让粉丝失望。4位指挥官中，主要的3位是晚春嫁人的女英雄。我从头到尾追求着苍兰之谜，这也是我看过虞书欣综艺的重头戏。怎么说呢？她的长相无疑是极其的，在女明星中很常见，甚至剧中还有几个特写镜头，自然是让我毛骨悚然。比如东方擎苍就带着它飞得很高的黑暗神兽，这是我第一个充满活力的场景。远处的景色格外可爱和发自内心。尽管如此，镜头还是转移到了他的脸庞附近，他一瞬间就冷静了下来。小兰花时间框架不错，形状能掩饰她的不优秀。到了后期，西山女神的状态完全暴露了她容貌的畸形，实在是不好看。无论如何，这个节目是众所周知的。虞书欣的演艺事业再上一个台阶也很正常，说不定她会是跟随杨紫拿到老假人的冠军。不偏不倚，在符号剧方面，虞书欣的演技是够用的。王鹤棣比她演过更多作品的《爱尔英雄》使用了命名，但他使用了第一个声音。虽然音线是故意油腻的，但在重读和曲折方面没有严重问题，实际上听起来非常有规律。虽然长相不是很好，除了几张特写，很多时候人群不会太凶残，因为最近的古装人体模型主要是男的英雄。如果这个人足够好，艺人可以成名多久，他们不会荒谬的令人反感。对于大部分时间只是乐器个人的冠军，没有要求。不管肖兰花的工作是不是很刻画，单从容貌上，她肯定是个大将。
沉香如渣的冠军杨紫和虞书欣的经历是一样的。虽然一直以来都有不少网友认为杨紫的一举一动都是在模仿邱莹莹和她自己，但是这样的抠图演技在偶像剧中也足够了。大家对偶像剧的要求真的不高。无数年来，围绕杨紫的议论永远都是关于她的容貌。从 Melody Dandon 说她小时候的事，到她有没有整容，为什么脸越来越整形，显然杨紫自己也经常思考这个问题。问与我一起工作的艺人，假设我很棒，怎么说呢？这样的颜值和演技，只要不做个爱我所有男人的大尤物就可以了。尽管如此，作为一个靠颜值赚钱的名人，而且是天外的补偿，同样应该允许网民有机会评估他们的外表。粉丝们会感觉很棒，而人群也会感到习惯性甚至反感。戴上个人突击和笨手笨脚的大帽子，如果你太光鲜了，不想听别人说你是怪物，那么在这一点上建议停止循环。这个在组成坐垫之前，我小时候已经说过了，这里不再赘述。璀璨之星女主角赵露思属于圆脸糖果女风，但也有人认为真正的小圆脸是赵丽颖，赵露思最简单的就是蛋糕脸。但我其实一直觉得她最大的魅力就是那张全是胶原蛋白的脸，捏起来很光滑干净。多年来，斧头脸在休闲企业内部已经非常有名了一段时间。虽然现在夸张的斧头脸少了，但女明星们还是追求敏感的小 V 脸，帅气专属的球面和长方形脸也少了。这也是赵露思能够脱颖而出的重要原因。她的颜值现在显然已经不如杨紫了，剧中偶尔也会有让人觉得她颜值撑不住的时刻，但她确实年轻了，还有很大的成长空间。白鹿在我看来属于那种颜值不高、很依赖造型的演员。在她和任嘉伦合作的像老一样的愁丧中，我真的是因为她的刘海长相而感到不快，但我想我从来没有见过她把刘海梳一遍又立马上衣。但其实我最容易看到她的剧，第一个是《王牌骑兵》，最简单的看了3次；第二个是《警察荣誉赌》，《王牌骑兵》中的女主角胡杨，让我来看看她的出现。在《龙跃于禁》中，她饰演女主，陈都灵饰演女2号。很多人说她可能会被第2个女主角压垮，但我不这么认为。陈都灵的静态真的很经典可爱，不过我看过她的戏，是真的毁容的出现。所以把这4将总结起来，还不是休闲圈里最高等的一等，这么多美女只看一眼。不看技能要求有多低，不能让你的5个感官在一场戏中飞来飞去，至少你必须跳过它。而这4人也不能说每个人都有一流的出场能力，但他们肯定在传球线之上。总而言之，到达和出现的能力不是最大的，但他们已经足够了。例如，这里有一个多域查询，你决定看杨颖娜、查周夜、陈都灵的戏，还是虞书欣、杨紫、赵露思、白鹿的戏？不考虑剧本和其他因素，只讨论演员，单从颜值来说，我觉得初4比总决赛好看很多。但是如果要选的话，我绝对会选择看总决赛4。有颜值的女星当然有，但没有90后出名的女星。现代流行的事态是有高超或可怕的外表和外表的能力，很少，最多的是高价值的没有出场技能，最酷的出场技能不帅，或者到达和出场技能惊人的可比。平均而言，它是稍微足够的。在1990年代出生的女演员中，最能健康男明星时尚的人是迪丽热巴，因为她的颜值在4谱中并没有太出众，但是她的颜值更加突出。做女人就够了，有流量，但万一你提前10年出生，和80年代的女明星竞争，恐怕现在已经不行了。早就迷茫了，为什么90后的各个女演员的美女这么少？最出名的就是周冬雨、张子枫、文琪、任敏、赵今麦等靠颜值了，然而这并不令人不快。但是要说服人类奖励外表和外表能力同样重要，这句话是很困难的。但我现在懒得纠结了，因为时代不如时代是席卷各个领域的现实。当我们吐槽90后不讨喜的女演员，感受85朵花的光彩，拍打她们的时候，我们却忽略了85朵花一出名的时候，她们还面临着各种各样的嘲讽，
杨幂的温柔奶牛5个长方形脸，刘诗诗傻眼，唐嫣心门，赵丽颖太土，刘亦菲木头。当时所有人都觉得4单双冰可能比85株生命要不堪重负。但经过这样的很多年，在我出现腰部之后，我体会到85株植物的生命真的很可爱。不看是哪个时代的明星，成名之后难免会被人吐槽。或许再过10年，00后女星们吸着一片天，在90株的生活中露脸后，所有人都会再次感叹90株的生活还是很可爱的。因此，无论是演员还是粉丝，都不想在网友和玻璃心的反馈中抱怨。时间可以不断地成为蜥蜴过滤器，练习美貌出现。而且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说，出名就出名了，而且他已经占了便宜，让别人说几句话的因素是什么？最惨的其实是目标市场和网民。审美堕落是必然的时尚，但没有人能做任何事，抱怨也不能引渡什么。最得心应手的方式是戳人的眼睛。02杨紫沉香种花的着装时尚，打破了我对她艳丽的认知。今年的历史傀儡市集可谓神采飞扬，杨紫的历史傀儡沉香碎屑和沉香种花也备受关注。这部古装木偶剧不仅剧情跌宕起伏，选角贴合角色性格，就连剧中的服饰也频频上热搜。尤其是杨紫贤灵动的造型，给观众带来了迎面而来的夏日气息，温婉而美丽。难怪网友评论道：“谁说杨紫演不了古装戏，演得韩丽仙子，妩媚灵动，着实打破了我对她美貌的认知，气质也太动人了。”看看《沉香种花》中杨紫的古装造型，就知道网友说的都是真的。令人心碎的古装造型真的是加分项。那么本期古装穿搭指南，我们就从杨紫的花絮入手，为大家全方位解析灵动迷人的古装造型思路。点：沉香种花延续了《沉香如屑》中虐仙的故事。故事的下半部分，杨紫饰演的女主韩离从出生就来到人间，化身无知的小花妖，来到人间经历劫难。男主继续前线，剧情非常精彩。而前不久，《沉香种花》也放出了杨紫最新的幕后花絮。她的衣衫飘飘，宛如一个无忧无虑的仙子，给人一种如春风一般的精致，小花妖的形象顿时立体起来。点。而从杨紫的幕后照中，我们也能看到不少古装的造型技巧，无论是清爽温柔的配色，还是仙气十足的面料，都别出心裁。那么让我们一起来仔细看看吧。对于古装造型来说，风格永远是基调。如果不能通过造型来传达人物的气质和身份，那么造型设计就会失败。因为在影视剧中，造型也在推动剧情。而如果要恰当地表达人物的风格，核心技巧就是选择合适的配色方案。色彩自然有文体偏向，同时能营造出强烈的人物氛围感。杨紫饰演的仙女需要展现灵动迷人的气质，所以她的很多造型颜色都选择了饱和度比较低的颜色。因为低饱和度的颜色会给人更温柔的气质，柔和的颜色更有仙气。从实用的角度来看，饱和度低的颜色对肤色也很宽容，不会显得黑色。但如果需要让造型更加清爽，或者表达仙女的冷酷气质，搭配冷色系是更好的选择。比如杨紫的湖蓝色配色，不仅让她的肤色更加的冷白，也让她整个人更加的尘土飞扬。面料质地柔软，气质温和。在仙侠剧的造型中，衣料对整体气氛的塑造起到了非常明显的作用，所以我们会发现在很多仙侠古木偶造型中，都以轻薄朦胧的纱布面料作为主要衣料。这种衣料明显会强化女性的柔美气质，飘逸的裙摆很符合飘飘仙子的性格设定，可以说是两全其美。但需要注意的是，使用的纱线面料大面积容易让造型显得廉价，所以我们还需要在造型中加入一些奢侈元素，比如精致的刺绣、珍珠装饰等。如果想让整套古装更加灵动轻松，就需要让穿搭更加透气、更加突出。适当的鹿皮设计非常实用，但同时也要注意，古代时尚的风格与现代时尚有很大的不同。在古装风格较为保守的情况下，裸露的皮肤面积不宜过大。我们只需要展现肩膀和脖子的线条，就会显得非常优雅漂亮。
此外，古装款式的设计也要注意修饰身材比例。我们可以适当的提高腰线，明确腰线的位置，让整个人显得更高更苗条。古傀儡市场的门槛真的很高，好的剧本和好的故事是基础，根据故事选择人物也是重中之重。此外，妆容对整部剧的呈现也有着非常重要的影响。如果不能呈现出仙女灵动的造型氛围，观众就很难将故事带入故事中。而杨紫的妆容就像夏日的清风，陪伴着无数观众度过了一个难忘的夏天。